第1037章锤炼兽火。宛如无边无尽的空间通道之中，一道道流光闪掠而过，隐约间能够看出是一些船形般的轮廓。操控空间船的是灵验一人便是足够，因此萧炎也并未因此而分神，直接是将所有的心神都是投入到了那弄焰诀中。这空间通道中的旅途长达1月之久，若是能够在这段时间将这弄焰诀习会，那对于萧炎也将是有着不小的好处。当然，弄焰诀能够成为魔岩谷顶尖斗技，自然也是有着其不凡之处。想要短时间内修炼成功，其困难度也是极高，但这明显也不可能成为萧炎修炼它的阻碍。第一天中，萧炎的心神几乎完全的沉入在卷轴之内所记载的修炼之法上。以往的弄焰诀需要3人共同修炼，并且在牺牲本身生气的情况下，方才能够将化生火凝聚而出。但如今经过地魔老鬼数年时间的改进，现在的弄焰诀与以前的相比，几乎是有着天壤之别。在将这改进后的弄焰诀修炼之法好好的研习一遍之后，萧炎也不由得再度为那地魔老鬼的本事感到惊叹。经过他的这番改进，这弄焰诀的唯一弊端都是被其彻底的弥补了去。当然，取而代之的便是那本就繁琐的修炼之法变得更加的复杂起来。改进后的弄焰诀，按照卷轴上记载，需要3种兽火，然后将3种兽火融于体内，使用斗气对其进行无数次的锤炼、压缩，将它们锤炼到极致地步，最后再将这3种兽火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若是成功的话，那么便将会凝成一缕化生火的火种。当然，光是这一缕火种的话，自然不可能支持萧炎施展毁灭火莲所用，他必须不断的寻找各种的兽火，然后将之按照弄焰诀之上所记载的方法进行锤炼，最后融入这缕火种内，令的火种不断扩大变强。这似乎听起来并非是很困难，但真要做起来，却是足以难倒绝大数的人。兽火的确不是很稀罕，一般一些大的拍卖场便是能够收集到，但要将它们安安稳稳地融进身体之内，却并非是什么简单的事。火焰本就相互间有着排斥性，一火如此，兽火也同样如此。若是3种兽火接触到一起，一个不慎，也是会因此而受不轻的伤。再者，即便是将3种兽火安稳地融进了身体，但那锤炼也是一种苦活，而且这还对灵魂力量的要求颇为苛刻。毕竟这弄焰诀的锤炼颇为特殊，需要在锤炼中一丝丝地将斗气渗透进入其中，而在这种渗透中，则必须要时刻地关注着火焰之内的任何细微变化。若是灵魂力量不强的话，怎能做到如此事事俱备？而至于最后的将3种锤炼完毕的一火融合在一起，这也是个危险活，一旦中途出了丝毫差错，便会导致融合失败，甚至一个不当，火焰在体内爆炸，那可更是得不偿失了。终其上3种原因，足以证明这弄焰诀修炼的困难程度，比起以往的那旧版弄焰诀，难修程度不知道提升了多少。在了解到这修炼难度之后，即便是萧炎也是有些咂舌。那地魔老鬼不愧是7星阶别的斗宗啊，居然还能使用这般办法将弄焰诀改进。不过不管怎样说，现在的弄焰诀修炼而出的化生火不会再损伤人体内的生气，这样一来，弄焰诀也摆脱了自残的坏名声。灵魂力量徐徐从卷轴之中退出，萧炎也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略作沉吟，手掌一晃，3个玉瓶便是出现在手中。玉瓶之内有着3团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分别呈蓝、褐、红3色。这3团火焰自然便是萧炎在拍卖场中弄来的3种兽火，而这3种兽火也正是用来修炼弄焰诀所用。第一步是将3种兽火融入体内。目光望着玉瓶之内燃烧的火焰，萧炎屈指一弹，玉瓶顿时爆裂而开，3团火焰顿时释放而出。瞥了一眼3团熊熊火焰，萧炎却是嘿嘿冷笑一声。别人要将它们融入体内，恐怕还会有些担心，但如今的他几乎都能说是玩火行家，他体内的异火都是有着3种，更何况这种威力远远比不上异火的兽火。萧炎嘴巴一张，一股吸力涌出，居然是直接一口将3种兽火吸进了嘴中，然后咽下。3种兽火刚刚一进入萧炎的身体，还来不及释放温度，琉璃莲心火便是扑涌而上，将之团团包围。
一火乃是万火之尊，在他面前，这些兽火就犹如虾兵蟹将般，连那熊熊升腾的火苗都是变得萎靡了许多。见状，萧炎也是一笑，这过程对于他来说简直没有丝毫的挑战力，不提其体内有着琉璃莲心火的保护，就光是他这具经过众多天材地宝、天山血潭、古黄血晶等等奇物锤炼的身体，即便这些兽火爆发开来，对他也是难以产生太大的伤害。在三种兽火萎靡间，萧炎心神一动，三股掺杂着许些碧绿火焰的雄浑斗气迅速涌出，然后将三团兽火尽数包裹。第二步，锤炼。心中喃喃了一声，斗气顿时随其心动，化为三团高速旋转的斗气团。而随着斗气团的旋转，其内的压缩力量也是陡然大涨。在这等压力之下，其中的三团异火也是迅速变得忽明忽暗起来。在压缩力量暴涨间，萧炎的灵魂力量也是侵入火焰之中，顿时兽火之内的火焰分子的变化也是被其尽数探知，而他则是借此来感应这种压缩力究竟是该继续增强还是减弱。以他如今的灵魂力量，干这种事几乎是手到擒来的事，不会有着半点的不顺。一切的步骤在萧炎那出色的灵魂力量监控下，皆是进行的颇为顺利，融合乃至锤炼开始，皆是未曾出现半点意外。当然，这锤炼之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，而是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持续锤炼，方才能够将三种兽火彻底的锤炼到极致地步。对于这点，萧炎也同样极为的清楚，因此当其在进入修炼状态后，便是将所有的心神投入到这锤炼之中，反正他灵魂力量充裕，也根本不用担心会出现枯竭的事。而在萧炎沉神锤炼间，空间虫洞中的时间也是迅速度过。这期间，灵焰也是看出了他处于修炼之中，因此也并未来打扰他，这倒是令得萧炎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兽火的锤炼。单调的空间虫洞中，时间一日一日的度过，但萧炎却一直是处于修炼状态，并没有醒来的迹象。见到他这样，灵焰也不敢贸然将之打扰，生怕错手下令的萧炎出现什么差错。而在这种时间飞速中，20天时间眨眼便过。这20天内几乎全都是灵焰在控制空间船，不过好在如今他也是斗皇强者，而且这空间船对斗气的消耗也并非很大，因此方才能够一直坚持下去。而这20天内，萧炎却犹如老僧作画一般，盘坐在船舱内，若非能够从其体内感觉到那股生气的话，恐怕连灵焰都是会认为他是否真的在修炼中出现了什么状况。哎，这家伙究竟是在修炼什么？居然处于修炼状态这般长久的时间。灵焰坐于船头，手掌几乎惯性般的输入一股斗气进入空间船内，然后看了船舱中的萧炎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自语道。就在灵焰自语间，船舱中一直纹丝不动了20天时间的萧炎，身体居然是微微颤了一颤，旋即那紧闭的双眸也是缓缓睁开。见到萧炎突然睁开双眼，灵焰脸庞上也是涌上一抹惊喜，重重地松了一口气，但却并未出声打扰。睁开眼的萧炎长长地吸了一口空气，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欣喜之色，手掌摊开，旋即3道不足拇指大小的火焰悄然浮现，然后宛如精灵般的绕在其指间飞绕，隐隐间有着一股炽热的波动散发而出。经过萧炎长达20天时间不眠不休的锤炼，这3种兽火比起之前无疑是强横了几倍之多，总算是锤炼成功了。望着这3缕细小的兽火，萧炎心头也是大松了一口气。长达而时间不眠不休的锤炼，若非是他灵魂力量过人的话，恐怕也是绝对坚持不下来。换做其他人，没有个将近半年时间，怕是很难成功将这3种兽火锤炼到这种地步，毕竟他们可没有一火来压制。接下来便是最后一步的融合了，若是能够成功融合出火种，那么这弄焰诀方才能够算作修炼成功。只要日后多寻找兽火喂养，迟早能够凑集施展毁灭火莲所使用的化身火。萧炎低声自语，脸庞上也是有着一抹凝重之色。毕竟这最后一步的融合，方才这弄焰诀最为困难与危险的一步。